寻找佛陀。阿姜查非常容忍他的西方弟子来来去去。按照传统，一个新出家的森林僧，在他开始苦行游方以前，至少要和他的第一个师父一起度过5次的雨安居。阿姜查强调，戒律是他修行的主要部分，精确的、小心谨慎的遵守出家人的戒律，和学习过出家人的生活及团队的生活方式。但是，来自西方的僧众就像受宠的孩子一样，允许有超过传统规定的空间，可以去参访其他的师父。通常，当有人决定离开时，没有所谓的骚动和留下许多记忆，在法的生活里是直接的、充实的、圆满的。阿姜查说，在他坐的地方，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有一位美国人在巴蓬寺只修行1年半，就请求并获得允许去云游，去跟其他泰国和缅甸的师父参学。1、2年后，他带回许多云游的见闻和数月的密集修行的经验，以及许多让人惊讶的经验。在顶礼烧架后，他依然受欢迎，好像他不曾离开一般。在忙完了早上的讨论佛法和僧众间与访客的事情后，阿姜查最后问他，他在森林道场外是否找到更新或更好的法？没有。虽然他学到许多新东西，事实上，这些在巴蓬寺也一样学得到。法一直就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现，都可以修行。阿姜查笑着说：“是啊，在你离开前，我就可以告诉你，但是那时你不会了解。”然后，这位西方僧侣去阿姜苏美多的住处。苏美多是阿姜查的资深西方弟子。他告诉苏美多他的所有见闻和奇遇，他的新领悟和深入内观。苏美多静静地听着，并准备着从某个森林植物的根所做的下午茶。当故事讲完，他已经详细叙述内观禅法时，苏美多微笑着说：“啊，很令人惊讶，其他的事情还需要放下。”如此而已。然而，那些西方人一直来来去去，他们都亲自学习这些课。有时，阿姜查会祝福他们的云游，不过他通常都会开玩笑。有位英国僧侣为了追求完美的生命和完美的师父而犹豫不决，他来来去去，已经出家和还俗好几次。阿姜查最后斥责道，他的声带里有狗屎，因此认为每个地方都很臭。另一位英国僧侣，他来来去去，从寺院到欧洲去找工作，又订婚，出家了好几次。有一天，他坐在阿姜查的住处前，阿姜查向大众说，这个僧侣所要找的是一只有胡须的海龟，你们想想看，他要走多远才能找得到啊？另一位西方僧侣因为受到挫折，所以去请求阿姜查允许他离开。他抱怨要修行和遵守出家生活很难。这位僧侣开始挑剔周遭人的毛病，其他的僧众话太多，我们为什么必须唱诵？我想有更多的时间禅修。资深的僧侣没有好好教新来的人，还有你。他罔顾一切地对阿姜查说，就连你也好像没有开悟，你总是在改变，有时你很严格，有时好像漠不关心，我怎么知道你开悟了没？阿姜查对此开心地笑。
使得这位年轻的僧侣又豪气又好笑。阿姜查说：“在你看来，我好像没有开悟，这是件好事。因为如果我符合你开悟的形象，符合你的理想，认为开悟者的行为应该如何，那么你仍然会执着地去寻找你自身外的佛。佛陀不在身外，而是在你心里。”这位出家人向阿姜查顶礼后，回到他的茅舍去寻找真正的佛。靠自己。对成长在没有家具的村民而言，盘腿坐在寺院的硬石板上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对一位新来的西方沙弥而言，却是笨拙又僵硬。坐在硬石板上开始每天的禅修和唱诵是非常艰难的。这位沙弥发现，只要早点去打坐，他就可以坐在大殿前的石柱旁，只要所有的僧众闭上眼睛，他就可以轻轻地靠在石柱上，以西方舒适的方式来打坐，这是他的缓解之道。这样禅修了1个星期后，阿姜查摇铃结束坐禅，并开始晚上的开示。阿姜查直盯着这位新来的沙弥，开始说道：“今晚我们将谈论如何修行法，抑制自己，支持自己，依靠自己，不需要依靠外在的事物。”大殿里的其他僧众听了都在偷笑。这位沙弥有点不好意思，坐得非常直，直到开示结束。从那以后，他的意志力变得很坚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挺直地坐在任何地板上。简单的教导：附近村民布施一大块未开发的林地给阿姜查新建寺院。一个富有的在家居士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在森林中的一座小山丘上布施建造一座庄严的大殿和寺庙。其他的护法居士们聚在一起，设计出在这附近几个省内最大的法堂。僧众的住处是盖在山上周围的洞窟里，而道路则是很费力的砍伐树林，从中穿过。建筑工程从法堂开始，水泥地基、高的柱子、一尊巨大的青铜佛像的底座。当工程进行中，又加上新的设计。接着是护法居士与新建者的复杂讨论，例如屋顶要多庄严，为了使建筑更完美，我们是否应该修改修葺，用这种或是那种方式，在下面建个空的柱子和大的蓄水池如何啊？每个人都有好的意见，但是所费不止。与阿姜查的一次冗长的会议是所有这些讨论的顶点。建筑师、护法居士们提出不同的建筑构想、费用和建造的时间。最后，这位富有的在家居士说出他的想法和问题：“师父，请告诉我们应该采用哪种设计，节省的还是昂贵的？我们该如何进行？”阿姜查笑着说：“当你做善事时，就有善果。”他只说了这2句。法堂落成后，非常庄严壮丽。学习说法。马卡普贾是个重要的佛教节日，庆祝1250位开悟的弟子在佛前的集会。集会中，为了利益众生和让众生觉悟，佛陀告诉他们要四处游方去弘扬佛法。为了庆祝这个节日，阿姜查与数百位弟子和护法居士们整个晚上一起打坐。在这典型的节庆中，大殿充满大约1000位居民。他们打坐1个小时后，阿姜查或是他的首座弟子中的一位，
给他们一场精辟的开示。接着，他们再打坐1小时，整个晚上打坐，开示轮流交替着。一位阿姜查的最资深的西方弟子坐在心境僧侣中，感受到这通宵的庆祝和修行的启示、喜悦和艰难。在午夜1个小时的打坐结束后，阿姜查对村民们宣布，现在他们将听一位西方僧侣以他们当地的语言辽国话向他们开示。这位僧侣和那些村民一样惊讶，他连准备和紧张的机会都没有。他坐在大众前面，谈及他因受到启发而出家，和他从修行中所获得对法的新的领悟。在这次经验后，他在大众前说法就很少紧张了。事后，阿姜查解释说，所说的佛法必须不经准备的从内心和从经验中流露出来。阿姜查说，坐下来，闭上眼睛，让法自然流露。在另一个场合上，阿姜查叫他的资深的西方弟子阿姜苏美多去开示。苏美多开示了半个小时，阿姜查说，再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后，阿姜查说，继续讲。苏美多继续讲下去，但是他渐渐地变得厌倦，而许多听众开始打瞌睡。阿姜查鼓励地说，尽管说，只管说下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苏美多学会在开示时不会对听众的评论感到惊怕。阿姜查问一位即将离开的僧侣，当他回到西方后是否打算弘法？他说没有，他没有特别的计划要弘法。如果有人问，他会尽力的解释如何修行。阿姜查说，很好，对那些询问者谈论佛法是有益的。阿姜查继续说，当你解释佛法时，为什么不称它为基督教？在西方，如果你谈到佛陀，人们是不会了解的。我对基督徒谈上帝，虽然我没有读过圣经，我在心里找到上帝。你认为上帝是1年来一次给孩子带礼物来的耶诞老人吗？法是真理，一个了解这一点的人，便了解所有的事物。上帝并没有特别之处，如此而已。我们教的是如何解脱痛苦，如何去爱，如何增长智慧和满怀慈悲。不论任何地方，用任何语言，这种教导就是法。因此，若称它为基督教，那么他们会更容易了解。阿姜查对一位热衷说法的法师有如下的建议：不要让他们笑到你，要坚定直接，要了解自己的极限，对自己的能力要有自知之明，以爱和慈悲说法。当你无法帮助他们时，让你的心静下来。有时弘法是艰苦的工作，法师好像是人们请到挫折和问题的垃圾桶。你教的人越多，处理垃圾的问题就越大。不要担心，教学工作也是修行的一种法门。佛法会帮助那些真正把它用在生活中的人。弘法者也增长了耐心和智慧。阿姜查鼓励他的弟子们把他们所学的跟别人分享。当你已经知道真谛时，你能够帮助别人。有时是用语言，但是大部分是透过你的行为。至于讨论佛法，这不是我的专长。想要认识我的人，应该来与我共住。如果你住得久，你会了解。身为一个森林僧的我，云游了许多年，我没有去弘法，只是修行和聆听师父们的说法。这是重要的建议。
当你听时，认真的听。此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所说的话让我们受益良多，回味无穷。最好的禅法是什么？大部分的时间，阿姜查被访客围绕着，有弟子、农夫、政客、军人、游客、信徒。他们请求祝愿，征求意见，或质问他、赞美他、挑战他、责备他，并且带来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他孜孜不倦地教导川流不息的群众。有一天，有人听阿姜查说，他从接见这些访客中所学到的法，和他从修行上所获得的一样多。美味的一餐。一些弟子问阿姜查，为什么他很少谈到涅槃，而是教导生活的智慧？其他的师父经常谈到证得涅槃和涅槃的大乐，以及涅槃在他们修行中的重要性。阿姜查回答，有些人会在品尝一顿美食后，向他们遇见的每个人称赞这顿美食的优点。其他人也会尝到相同的美食，一旦尝过后，却觉得不需要经常告诉别人自己已经享用过的美食。阿姜查的疗房。阿姜查说，他不再做梦，他一个晚上只睡几个小时。他住在一间只有一个小房间的茅棚的楼上，茅棚的楼下是泰国式的木柱支撑着没有墙壁的空间，也是他接待访客的地方。这些访客经常会送阿姜查礼物，除了食品、袈裟，还有精致古老的雕像、精心制造的民间艺术品。有一位西方僧侣，他是亚洲艺术的收藏家和鉴赏者。当他被分配到阿姜查的茅棚，帮阿姜查做每日的清扫工作时，他非常兴奋能看到这些可爱的物品。当他走上楼，打开门，他只看到一张空床和一顶蚊帐。他发现阿姜查在获得这些礼物后，就尽快地把它们送出去。他不执着任何的事物。神圣的仪式与大热天。从佛陀时代开始，出家人就已经被邀请做仪式，为在家居士祈福，或安慰处于困境中的居士们。据说，佛陀也曾根据传统的仪式，以圣水抚慰弟子的心和为他们祈福。在泰国，由于研究经典和做仪式已经取代大部分僧侣的修行，因此阿姜查经常取笑这些仪式扭曲了修行的道路。虽然如此，当仪式有所帮助时，他也会做仪式。在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他应邀去城里开示，和为一些在家弟子祈福。在唱诵和开示后，阿姜查继续在装有水的铜钵前唱诵。这铜钵由一根穿过陪他来的8个弟子手中的线连起来，一直连到一尊在打坐的佛像。在供养蜡烛与香之后，在钵水前唱诵的仪式即将结束。阿姜查站起来，用一片棕榈叶将钵中的水洒在房子里和前来听法的人身上，作为一种祈福。在仪式中，一位年轻的西方僧侣对傲热的天气感到不耐烦，他对这个仪式更是不耐。于是他低声地对阿姜查说：“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无用的仪式费心？这种仪式与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阿姜查也低声地说：“或许因为天热吧，所以这些人想要一阵凉爽的雨。”
佛法的神奇力量。住在八蓬寺附近的村民和一些弟子们谈论许多阿姜查有神通的故事。他们说，阿姜查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现身，甚至有人说看过他的分身。他们谈论他伟大的治病神通和他治愈的病患，或谈论他有他心通、天眼通和深厚的定。对这些故事，对为开悟者所关心的事和对神通不当的敬畏，阿姜查一笑置之。阿姜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神通，那就是佛法的神通。佛法能让心解脱，能断除烦恼，其他的神通就如一张纸牌的幻影，它干扰我们与他人生命的关系，干扰我们对生死和解脱的认知。阿姜查说，在八蓬寺，我们只教真正的神通。在另一个场合，阿姜查告诉他的弟子们，当然，如果有人能入三摩地，可以把神通用在其他方面，用来培养精神力量，或做圣水、祝愿、护身符和咒语。如果你到达这个境界，会有这些神通，这种修行是罪人的，就像喝了美酒一般。然而，我们这里才是道之所在，是佛陀传下来的。在这里，三摩地是观禅的基础，只需观察什么升起，观察因和果，继续观察。以这种方式，我们集中心力去观察色、声、香、味、触、法，就在我们的感官里，可以找到所有的解脱法。在家居士的修行，如果你经常问有关在家居士的修行方法，家庭生活既艰难又容易，知易行难，就好像你们手里握着火热的煤球要来跟我抱怨，我会告诉你，只要把它丢掉就没事。你们说不要，我要它变冷，你必须把它丢掉，否则你必须变得非常有耐心。你问我怎么能丢下它呢？你可以丢下你的家庭吗？在你心里把它放下，放下你内心的执着。你就像一只已经生蛋的鸟，有孵蛋的责任，否则它们会臭掉。也许你希望你的家人会感激你，能了解你为什么用某些行为模式，然而他们可能无法如你所愿，他们的态度可能是无法忍受的、闭塞的。如果父亲是个小偷，而儿子不赞同，他是个坏孩子吗？尽量把事情解释清楚，老实勤奋，然后放下。如果你有病痛，去看医生。如果医生和他所有的药都无法治愈你的病，除了放下以外，你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你从我的家庭、我的修行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种以自我中心为中心的观点是另一个苦的原因。无论与别人共住或独居，不要想寻找快乐，只要与法同住即可。佛教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先修行和增长智慧。你不能把米扔进一锅水中，就立刻有煮熟的饭。你必须生火，把水烧开，让米煮足够长的时间。如果有智慧，借着思考众生的业力，问题终究会解决的。了解家庭生活后，你便能了解业，了解因果，并且会注意你的行为。在团体中，在寺院或禅修营禅修并不难，因为你会不好意思不去和其他人一起打坐。但是当你回家时，你会发现很难，你会说你很懈怠或挪不出时间来打坐。你放弃修行的权利，
把它归咎他人，归咎在外在的环境或你师父。觉醒吧，你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你是否还想修行？正如我们出家人必须努力持戒和修苦行，去遵守导致解脱的戒律，在家居士也必须这样做。你在家里修行，应该努力让基本的戒律更亲近，努力守护身业和口业，认真努力继续修行。至于让心专注，不要因为你已经试了1、2次，心无法平静就放弃。修行不是一触可及，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你的心到处乱跑，你让你的心跑了多久？你让它牵着你的鼻子到处跑了多久？花了1、2个月的时间，仍无法让心静下来，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当然，心很难训练。当一匹马桀骜不驯，一段时间不要喂它，它会改变的。当它照着正确的指示，喂它一点食物。我们的好处在于我们的心可以训练，由于正确的努力，我们能增长智慧。过在家生活并修行佛法，必须在世间，而且能超世间。持戒从基本的5戒开始，每一条都很重要。5戒是一切善行之母，从心中去除恶，去除痛苦和骚扰之因的基础是持戒。让戒行精严，当有机会就去禅修。有时会禅修得很好，有时则不然，别担心，请继续。如果有疑惑升起，要知道它们像心里的其他念头一样是无常的。当你持续，定会升起，利用定来增长智慧。观察好恶是从感官接触外境时升起的，不要执着它们，不要渴望成果或快速的进展。因而是先学会爬，然后学走路，最后才会跑。只要持戒精严和继续修行就对了。问师父问题：接受阿姜查的教导，最令人高兴的方式之一是坐在他的茅舍旁，听他回答寺院僧众和川流不息的访客所提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修行方式的普遍性。虽然有几天他会和当地的农夫讨论稻米的收成，我们所听到的大部分是亚洲和西方人所问的相同的问题。他们问有关疑和畏惧，以及如何让心平静下来，要如何才能过着持戒和禅修的生活。多年来，100、200位或更多的欧洲和美国的弟子，在泰国的森林，在巴蓬寺和其他分院，他们已经找到人生的方向。他们中有探索者和旅游者，有内科医师和和平团体的义工，有老的，有年轻的，有些来出家，僧团生活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其他人留下来做短期的训练，然后回到西方。他们把正念的生活方式运用在家庭生活中。以下的问题，有些是在1970年与安居期间来自西方和泰国的僧众所问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最近来自西方的和在家居士和一些来巴蓬寺的法师们所提出的。如果你仔细听这些问题的答案，你会发现每个答案都指出修行和解脱的方法。你可以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每个答案包含解脱法的种子，并指出真正的观慧和智慧的来源是你自己的心。